第61章，大邦者下流，天下之聘，天下之交也。聘常以敬圣母，以敬为下。故大邦以下小邦，则取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则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邦不过欲兼处人，小邦不过欲入世人。夫两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为下。解释：大国要居于江河的下流，这是天下百川所归附的地方，自居于雌性地位。雌性经常以安静战胜雄性，就在于它安静而居下。所以大国对于小国迁下，就可取得小国的信任；小国对大国迁下，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。所以迁下可以信任人，迁下可以被人信任。大国不过分要求领导小国，小国不过分要求侍奉大国。大国小国都适当的满足自的要求，大国应特别注意迁下。第62章，道者万物之奥，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宝。美言可以世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气之有？故立天子，制三公，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尽此道。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为天下贵。解释：道是万物的主宰，是善人的法宝，恶人也受他的保护。美好的言辞能换取人们的尊敬，善良的行为可以见重于人。即使有不懂为善的人，怎能把他们抛弃呢？所以树立天子，设置大臣，虽然先献美好的玉石，后献珍贵的车辆，还不如把道作为献礼。古时所以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道？不是说有求即能得，有罪即能免吗？所以被天下所重视。第63章，为无为，事无事，谓无畏。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。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。是以圣人犹难之，故终无难矣。解释：把无为当作为，把无事当作事，把无畏当作畏。不管大小多少，要用德来报答怨恨。打算克服困难，要从容易处入手。实现远大理想，从细小处开始。天下的难事必须从容易处做起，天下的大事必须从细小处做起。因此圣人始终不做大事，所以才能完成大事。轻易答复别人的要求，是必要失信。把事情看得很容易，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。因为圣人遇事总是看得困难些，所以最终就没有困难了。第64章，其安易持，其位兆易谋，其脆易判，其危易散。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民之从事，常于己成而败之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解释：局面安定时容易维持，事变还没有迹象时容易解决，事物脆弱时容易溶解，事物细微时容易消散。要在事件发生前就把它安排妥当，要在祸乱未发生以前就加以治理。合抱的大树是由小树苗长成的，九层的高台是积累的泥土筑起的，潜力的远行是从第一步开始的。有为就会有失败，有得就会有损失。因为圣人无为，所以就不会失败；无的，所以就无失。人们做事往往在快成功的时候失败，
当事情快要办完的时候，还能像开始时那样谨慎。因此，圣人的欲望就是没有欲望，不重视稀有的货物；圣人的学问就是没有学问，以补救众人常犯的过错，用以辅助万物自然发展，不敢去妄加干涉。第65章，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，故以治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治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，亦稽式。常知稽式，是谓玄德。玄德深矣，远矣，与物反矣，然后乃至大顺。解释：古时善于行道的人，不是教人民聪明些，而是教人民愚蠢些。人民之所以难治理，就是因为他们智巧太多，所以用智巧治国是国家的灾害，不用智巧治国是国家的幸福。认识这两种治国的法则，也就是模式，经常运用这一模式，这就叫做玄德。玄德又深又远啊，与事物是相反的，最后得到的是非常通顺。第66章，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解释：江海所能成为一切河流的领袖，由于他善于处在河流的下游，所以能成为一切河流的领袖。所以要想处在人民上面，必须在言辞上对人民表示谦下；想处在人民之前，必须站在人民后面。所以圣人处在人民上面，而人民不感到负担；处在人民前面，而人民不感觉碍事。所以天下人民喜欢推崇他而不厌弃他，因为他不跟人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争得过他。第67章，天下皆为我道大，四不孝。夫为大，故四不孝。若孝，久以其细也夫。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。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今舍慈且勇，舍俭且广，舍后且先，此矣。夫慈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天将就之，以慈卫之。解释：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太大，正是因为大，所以不像任何东西。如果像某种东西，早就渺小得很了。我有三件法宝，我掌握它并保护着它。第一叫做慈爱，第二叫做节俭，第三叫做不敢在天下人的前头。慈爱才能勇敢，节俭才能宽绰，不敢在天下人的前头，才能做事物的首长。现在舍弃慈爱而求勇敢，舍弃节俭而求宽绰，舍弃后而去争先，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说到慈爱，用它去作战就能胜利，用它去守卫就能巩固。天要拯救谁，就用慈爱来保卫谁。第68章，善为士者，不武；善战者，不怒；善胜敌者，不语；善用人者，为之下。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古之极。解释：善于做武士的不逞勇武，善于作战的不愤怒，善于战胜敌人的不对打，善于用人的对人谦下。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德行，这叫做利用别人的力量，这叫做与天道符合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准则。第69章，用兵有言：吾不敢为主，而为客。
不敢进寸而退尺，是谓行无形，攘无弊，仍无敌，执无兵，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沮丧无宝，故抗兵相若，哀者胜矣。解释：用兵的说过，我不敢主动进攻而要防守，不敢前进1寸而要后退1尺，这就叫做没有阵势可摆，没有胳膊可举，没有敌人可打，没有武器可拿。祸害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，轻敌几乎丧失我的法宝，所以两军势力相当，悲愤的一方会得到利。第70章，无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为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，是以圣人被贺而怀玉。解释：我的话很容易懂，很容易实行，天下竟没人懂，没人实行。言论要有宗旨，做事要有主心骨。由于人们的无知，所以才不了解我，了解我的很少，效法我的就可贵了。所以圣人穿的虽不好，怀里却揣着美玉。